我腰上有纠结，你轻一点。可以给我了。这是你的报酬，一共50万。既然拿了钱，就管好你的嘴。要是让我知道你到处乱说，我一定让你死得很惨。我知道了。都安排好了。蓝小姐，请放心，都安排妥了。星顿酒店的房间昏暗，穆总又中了药，肯定记不得那个女人的脸。做得不错。要不是我不是完璧之身，哪还需要找别的女人来给北辰解药？北辰，你想啊？昨晚是你替我解的情药。昨晚是我的第一次。我昨晚失了理智，弄疼你了吧？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可是你和云家小姐还有婚约。不重要，只是娃娃亲罢了。等我找理由跟他退了婚，便娶你。北辰，你真好。医生，我有钱了，我凑够50万了，求求你救救我妈妈和我哥哥，我求求你了。林小姐，很遗憾，令堂在半个小时前就已经离世了。离世？真的很抱歉。林小姐姐，你的母亲虽然不在了，但你哥哥的命已经救回来了，只是全身创伤面积太大，后续复健治疗的费用还需要一大笔，50万怕是远远不够啊。我知道了。当年你们的母亲和穆家夫人情同姐妹，浅浅早就和穆家公子提了娃娃亲，浅浅嫁过去有何不可？你当初抛弃我妈和我们兄妹俩，这么多年不管不问，只顾着陪那个小三和小三的女儿，如今出事了倒想起我们了，你也配做我们的父亲？你怎么和自己的老子说话呢？穆家的家底你是知道的，那可是亚洲首富，穆家少爷又一表人才，浅浅嫁过去有什么不好？要是真这么好，你怎么不让那个小三的女儿嫁过去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个穆少爷出国办事意外中毒，不仅不能行动，还不能人道。你不舍得放弃穆家的荣华富贵，又不愿你那个私生女嫁过去受苦，所以就狠心让浅浅嫁过去是活寡吗？那又怎样？反正她早晚都要嫁人，嫁给一个大户人家的残废，总比嫁给一个叫花子强。哥，你别说了，我嫁。浅浅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这就对了，还是浅浅懂事。让我嫁也可以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条件是什么条件？我要300万。300万？你让我到哪去弄300万去？袁家虽然比不上穆家显赫，但也不至于连300万都拿不出来吧？你拿不出来也没事，我不是还有个妹妹吗？你让她去嫁呗。不过我那个妹妹应该长得很漂亮，
要是她嫁给一个身体有残缺的人，这辈子怕是完了。好，300万就300万，哼！倩倩，你答应救人是为了给我凑治疗费吧？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我宁愿一辈子残废，也不能牺牲你的幸福。我这辈子算是废了，你不要管我了，让我去死吧！哥，你别胡说，妈妈走了，我现在就只剩下你了。难道你也要抛下我吗？我求求你不要丢下我，好不好？好。对了，你这几天烦得恶心，去检查了没有？好，我会去检查的。哥，你先吃饭吧。穆总，和云家离婚的事聊得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跟云家宣称您中了毒，不仅双腿残废，还不能人道，可云家丝毫没有退婚的意思。我都这个样子了，他们还把女儿嫁到穆家，这个云家为了攀附权贵，倒真是丝毫不顾女儿的死。无妨，你安排去和他们见面，我到时亲自上门去说。穆总，这婚事毕竟是老夫人定下的，您就非要退吗？蓝雨熙在我身边陪了我这么多年，又为了给我解毒，失了清白。我虽然对她没有感情，但终究要给她一个交代。你说什么？我怀孕了！我怀孕了！是的，云小姐，恭喜你。明明就那么一次，怎么会怀孕呢？宝宝，你是妈妈派来陪我的吗？别打了，我知道今天是和穆家见面的日子，我马上到。烦死了！啊，蓝小姐没事吧？你怎么开路的？就是你怎么看路的？没长眼睛啊！连我们蓝小姐都敢撞，你怕是不想活了吧？对不起啊，我刚一时走神没看路，实在抱歉。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就完了。你知道你撞的是什么人吗？蓝小姐可是穆氏集团总裁穆总的未婚妻，是未来的首富夫人，你也充当得起？滚远点！什么人啊！穆总好，穆总好。这个男人长得好熟悉啊！雨辰，你是来接我的吗？穆总真是疼蓝小姐，出来溜达一会儿，待会开豪车来接。你别乱说。如果宝宝的爸爸也能对我这么好，那宝宝应该能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的。雨辰，我们回家吧。雨辰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上车吧。我来了。我还以为你会临阵脱逃呢。我答应的事就一定会做到。云浅浅，现在把你接回来，可不是让你做大小姐的。你回来只是履行婚约，嫁给穆家。据说穆家那个男人可是个残废哦。你想说什么？这还听不出来吗？我在幸灾乐祸，你下半辈子要守活寡喽。思涵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穆家的人来了，你先回避一下。哎呦，穆总，你可来了！这不是今天遇到的那个男人吗？他不是能站起来吗？穆总，这是我们家浅浅，浅浅，快向穆总问好啊！你好，云浅浅，你是真的想嫁给我吗？我毕竟是个残废，而且也无法履行老公的职责。我不介意。我们订了娃娃亲，所以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
我都应该嫁给你。对对，穆总，我们云家可是守约的很啊，一定不会退婚的。云小姐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好，穆总，你干什么？我都是个废人，你还不顾一切要嫁给我？你到底看上我什么？钱财、权势，还是首富夫人的名字？可你不是个废人啊！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穆总，和您结婚，我只是单纯守约。相比于相信坚守承诺的品质，我更愿意信天下攘攘，皆为利我。穆总，实话跟您说了吧，这次和穆总联姻，我也是被逼的。哦，我知道穆总有心上人，所以不愿意娶我。但若是穆总真能自己决定这婚约，今日何必装瘸上门？既然我们同样受着家中逼迫要履行这破婚约，那我们何不做个交易？什么叫领证？我们上午就去把这婚约履行了，让两家人都无话可说，然后下午就去把这婚离了，也不耽误我们自由恋爱。你看怎么样？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结婚，然后就赖着我不和我离婚？我只是个小女子，哪敢跟穆总玩心？好，时间还早，去领证去。来，咱们再靠近一点点啊！哎，头，哎，美女，哎，你头再靠近一点啊！哎，好，来微笑，哎，男主微笑，微笑，哎，来，1、2、3。这一看就是不幸福的包办婚姻。哎，穆总，你笑得跟上坟一样。我才没有你丑。真自恋。爸，我已经跟穆北辰结完婚了，时间还早，离婚去。这么急？难道你不想跟我离婚？想多了。排队去吧。那么多女人排着队都想嫁给我，她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跟我离婚？为什么想离婚？没感情。抱歉，鉴于婚姻维系不易，这理由离不了婚。有什么其他理由吗？谁出轨？他。我。你们同时出轨？我外面有3个。姑娘，你看着年纪不大，思想倒是挺开放。你们真的考虑好了？姐姐，扔垃圾就不用考虑了。你也看到，他这驴皮鞋和人类是过不了日子的。有孩子吗？没有。有需要分配财产吗？没有。没有。行了。你们的离婚申请我已经递交上去了，等30天之后再来拿下离婚证，这个婚才算离成功。30天后？今天不能离吗？今天只能递交申请，要等离婚冷却期30天之后才能离。可是我们很急啊！离个婚急什么？急着找下家？好，下个月的今天再见。现在离个婚还挺麻烦的。谢谢你。北辰。你怎么来？我听说你来民政局领证了，北辰，你不要我了吗？没有，领证只是为了应付家里，我们已经申请了离婚登记了。
真的吗？ 1个月后就可以打离婚证。那好吧。是你，你就是那个跟北辰有婚约的云家小姐。巧了，你们认识？有过一面之缘。你们继续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这1个月你先住在我家里。北辰，这不合适吧？我们虽然是假结婚，为了避免被别人发现端倪，在拿到离婚证之前，我们还是住在一起。那好吧。地址回头我发你手机上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订了包厢，你走吧。北辰，你真好。1个月而已，谁人？哇！这是穆总的房间，我是照顾他生活的刘妈。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。好，谢谢。我今晚就住这儿吗？那穆北辰回来住哪儿？穆总今天可能不回来了，今天是蓝小姐的生日，他应该在陪蓝小姐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你先去忙吧。呀，折腾了一天，终于能休息。哎呀，这床还挺舒服。宝宝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努力，争取让你一出生就睡上这么舒服的床。这一看就是不幸福的包办婚姻。这1个月你就先住在我的家里。差点忘了，刚结了婚。大清早你叫什么？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搞清楚，这是我的床。你不是去陪你朋友过生日了吗？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女朋友过生日，还有洞房花烛夜重要啊！我们是假结婚，哪来的洞房花烛？假结婚也是真夫妻，同样有洞房花烛夜。你起开！你防着我！你懂不懂尊重别人隐私啊？你怀孕了，你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嫁给我，还跟我谈隐私？林浅浅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嫁给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了孩子？我也刚知道不久。再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反正我们结婚也是假的，1个月之后就离婚了，你知不知道很重要吗？刚毕业就怀孕，看来云小姐的私生活比我想象的要丰富。彼此彼此。我不管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哪个男人，但是在跟我保持婚姻关系这1个月，我希望你给我安分一点。要是让我知道你给我戴了绿帽子的话，穆总管好自己就行了。
你怎么会有这个戒指？我什么时候有这个戒指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还给我！还给你。这是我穆家的戒指，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穆家的戒指，我捡的。你捡的？在哪儿捡的？不记得了。既然不是你的，为什么不想办法物归原主？我这个人品不好，没有拾金不昧的优良品质。这么好的东西被我捡到，当然就是我的啦。这是我穆家的戒指。算了，穆家拿走吧。什么东西？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你跟穆北辰领证了？穆北辰他……哎哥，你放心吧，穆北辰他对我挺好的。哥，先把饭吃了吧。浅浅，你怎么了？这几天总是干呕。哥，我怀孕了。怀孕？怎么可能？以我们的能力，根本承担不起妈妈的手术费和安葬费。浅浅，难道你这个孩子不能要？现在就跟我去打掉他！哥，他是我的孩子，我要留下他。你伤还没好，你别乱动。留下他，你这辈子就毁了。怎么了？浅浅，你们这是……云浅浅，你必须打掉这个孩子。哥，这是我的孩子。你怀孕了。云大哥，浅浅下来一根筋，我跟他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了，我来劝劝他吧。有劳你了。浅浅，跟我出去一下。雨辰，你别紧张，我没事的，只是点烫伤而已。烫伤处理不好也会留疤的。那要是留疤了，你会嫌弃我吗？当然不会啊。那不是云小姐吗？浅浅，其实你哥也是为你好，这个孩子……你别劝我了，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留下来。好吧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吗？哎，雨辰怎么会对那个女人有那么大的反应？难道他真的动心了？不行，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发生，我一定要做牢我和北辰的关系。慢点，蓝小姐。北辰，北辰，你今天怎么喝了那么多酒？是不开心吗？没有。北辰，今夜良宵，就让我陪你吧。别闹。北辰，就陪我一晚吧，那天可以，今天为什么不行？我没兴致。我喝了酒，没法送你，让蒋旭送你吧。蒋旭，穆总，你回来了。云浅浅，夫人她还没有回来。还没回来。怎么没开灯啊？都睡下了。穆北辰，你没睡觉怎么不开灯啊？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跟朋友叙旧去了。我在这等了2个小时，你倒好，去跟朋友叙旧。我也没让你等我呀。可以干什么啊？你怎么这么大酒气啊？你喝多少啊？你那个朋友男的还是女的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情，你和我现在还是夫妻关系，最好不要跟别的男人卿卿我我。
那你不是还跟蓝小姐不清不楚的吗？那我是不是可以以妻子的身份要求你跟她保持距离？自从和你领证之后，我和蓝雨欣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。你们有没有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没事就让一让，我要休息。你以为我在跟你商量吗？穆北辰啊，你在这跟我没事找事是吧？穆北辰，你疯了吧？怎么，跟别人搂搂抱抱就行，我亲一下都不可以？云浅浅，我才是你的老公！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干什么？你别以为你喝醉了就可以耍流氓，我们又不是真夫妻。怎么不是？反正已经领过证了，就算发生些什么也很正常。走开！穆北辰！死渣男！再敢动我，让你做不成男人！穆总，我怎么在这儿？头怎么这么疼？以前喝醉没这样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啊，穆总，那个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确认一下。哟，穆总醒了，头疼不疼啊？你怎么知道我？这是什么？谁留下来的？狗男人留下的。云浅浅，我不是让你安分守己吗？你怎么还到处沾花惹草的？这种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能控制住的。哼，你不是怀孕了吗？那个男人也下得去手。看来你那个野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何止不是好人，简直连人都不是。禽兽不如。是谁？是医院那个男人是吧？你猜？云浅浅，你是不是认为我真的不敢对你怎样？小旭，把那个野男人给我找出来，把他阉了，丢到郊外喂狼。这不太好。有什么不太好？要是谁敢阻拦的话，一并处理。可是穆总，那个男人是您自己。我。怎么样，穆总？监控也看了，现在想起来了吧？抱歉，昨晚我喝醉了，一时没把控好自己。穆总，刚你可不是这个态度啊！刚你还怒气冲天、雷厉风行，还扬言要阉了自己呢。怎么样？还阉不阉啊？下次再兴师问罪，麻烦穆总先调查清楚，我可没空天天陪你在这耗。你要去哪儿？回云家。穆总，你看，您把夫人都寄回娘家了。备车。去哪儿？当然是去把我老婆接回来。哦，好好。说好的300万，还有100万没有到账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这100万要回来。看你爸给我买的戒指，漂亮吗？哇，漂亮！云浅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爸呢？他去开会了。你该不会是来问他要钱的吧？他还欠我100万没给我呢。云浅浅，你都嫁进穆家那样的豪门大户了，怎么还是这么寒酸？是不是连那个瘸子也看不上你？你可不要像你妈一样，连个男人都拴不。你也别学你妈，总惦记别人的男人。云浅浅，反了你！思海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你要是再敢侮辱我母亲，我扒了你的皮！你小贱蹄子，你是不是以为你嫁到穆家就了不得了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云家，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。来人！你想干什么？你以为你嫁到穆家就有人撑腰了？
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你想得美！且不说穆家认不认你，就拿你那个老公来说，他能护住你吗？他怕是连自己都护不住吧。嫁了个残废老公，就夹着尾巴偷摸的过日子得了，你还敢跑到我这里蹦跶，真是胆大！还不服呀？那我就打到你服。你不是狂妄吗？你不是争着嫁到穆家打我女儿吗？那我倒是要看看，我今天把你打死的时候，你那个残废老公还能不能来撑腰？把腿给我打开！你要打断谁的腿？穆北辰，你没事吧？穆北辰，你不是个瘸子吗？云小姐，请注意你的用词。穆总，你的腿怎么？很遗憾，云夫人让你失望。我自始至终腿都很健康。所以你不是残废？我不仅不是残废，还是穆氏的掌门人。整个江城80%的产业都是我穆家的，整个亚洲所有的高端领域都有我穆氏的人脉。云夫人，云小姐，我这点实力可不可以给我妻子撑腰？哎，穆总，您言重了，什么撑不撑腰的呀？我不管你们跟钱钱有什么关系，我只知道欺负她就不行。你们要是针对她，就是在挑衅我穆家。我穆氏自然会适当的展示一些实力，让你们看看江城到底是谁在做主。云夫人，你说对不对？是，穆总说的都对。我们哪敢和穆夫人叫板呀？我刚刚只是跟钱钱开个玩笑。钱钱，你快跟穆总说说。开玩笑，把我按在地上打也是开玩笑。他们还打你了？穆总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太狂妄，伤了穆夫人，我自罚。妈，穆总，你看这样行了吧？小一点起来吧。勉勉强强吧。今天的事情如果还有下次，江城就不会再有云氏了。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穆北辰他不是个残废吗？你看他那样子，像个残废吗？这怎么会这样啊？穆氏权势滔天，穆北辰又极其护短，早知道他不是残废，还要云浅浅干嘛？我直接嫁给他不就行了？看来从一开始他就是装的，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你爸知道不知道？妈，你看见云浅浅刚才那个趾高气扬的样子没有？他就是仗着有穆北辰撑腰，才敢这么狂妄。再这样下去，他就要骑到我们头上去了。那能怎么办呀？他现在可是穆夫人，谁敢得罪他？为什么嫁给穆北辰的人不是我？我哪点比不上云浅浅？妈，我也要嫁给穆北辰。穆夫人的位置原本就应该是我的，我要夺回来。事已至此，这件事情也只能从长计议了。你干什么？穆总，你要的药我都买齐了，你看看还需不需要一些？哎，我怎么突然看不见了？哎，我去，穆总，太黑了吧？没开灯吗？哎，那我先去休息啦。坐下。干什么？上药。啊？云小姐，你脸上巴掌印，是想留疤吗？哦，那我自己来吧。那还是你来吧。愣着干什么？
你干什么？你脖子上也有伤。哦，那你涂吧。你还是自己涂吧。你这人怎么莫名其妙的？好了。趴下。什么？趴下。你腰上不是有伤吗？我替你揉揉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你别动，否则我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。我腰上有旧结，你轻一点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腰上有旧伤，你揉的时候轻一点，怎么了？我腰上有旧结，你轻一点。啊，没什么，我会注意的。我买了些水果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他腰受伤了，我替他揉一揉。既然蓝小姐来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北辰，你为什么要给他揉腰？你都没给我揉过，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你想多了。你们都这个样子了，我怎么可能不多想呢？北辰，我可是把我最珍贵的第一次都给你了，你不会不要我了吧？你放心，我现在和云浅浅没有什么，以后也不会有什么的。等离婚冷静期一结束，我就跟他分开，到时候就可以对你负责了。真的吗？最近怎么老犯恶心？放心吧，产检结果显示呢，孩子很好，只是你太过劳累了，你自己平时也要多注意一点。就算你不为了自己考虑，你要为了肚子里的宝宝考虑。好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再这么唠叨，以后我就不找你了。行，我不说了。云浅浅居然怀孕了，可是她刚嫁给北辰不到半个月，北辰又没有碰过她，她怎么可能怀孕？难道她怀的不是北辰的孩子？喂，立刻想办法将云浅浅肚子里的野种跟北辰做亲子鉴定。蓝小姐，鉴定报告出来了，您看一下。结果显而易见的事情，没有必要再看。钱已经打给你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多谢蓝小姐。DNA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当北辰看到这份报告，发现你的孩子与他无关，以北辰的性格，一定会把你赶出穆家。宝宝乖，妈妈买了很多营养品，妈妈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。喂，子妍，你说什么？蓝雨熙买通了人，偷拿我孕检时的外周血，去和孟北辰做亲子鉴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雨辰，我有个关于云浅浅的事情要告诉你，你看。亲子鉴定报告，谁的？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等等，等等，白雨熙，你知不知道，不经过我的同意，你就让我的孩子跟别人做亲子鉴定，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。北辰怎么能算是别人呢？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北辰。这穆家家风严谨，他不可能认不是自己的血脉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吗？你跟北辰领证才半个月，你怎么可能怀孕6周？你肚子里的孩子一定不是北辰的。
所以这个是我和云浅浅肚子里孩子的 DNA 检测报告。北辰，她怀的不是你的孩子，这份亲子鉴定报告就是她背叛你的证据。够了，我知道她肚子里怀的不是我的孩子。北辰，她背叛了你，你最厌恶背叛，你能容忍？他有什么不能忍的？我又没打算让他给我养孩子。再说了，1个月之后就分道扬镳了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穆总，你说对吧？以后这种自作主张的事情不要再做，我还有会议呢，你自便。北辰，蓝小姐，你以后要是再这么侵犯我的隐私，我不介意拿起法律的武器制裁。哥哥的病还得继续治疗，我得找一个赚钱的工作。可我就是一个瓷器修复师，这年头哪还有公司招瓷器修复师啊？哎，万盛集团招聘瓷器修复专家，月薪个10万，20万，这条件好像还行啊，投试试。见，怎么是你啊？没去陪你的小情人吗？他看起来情绪可不太稳定啊。今天的事我很抱歉，是我没和雨熙说清楚，让你受了委屈。我没听错吧？还是你是假扮的？堂堂穆大总裁居然还会道歉啊？云浅浅，你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？这不关你的事儿吧？我只是想多了解你一些。不用了解，反正早晚都要散。你有时间还是多去了解了解蓝雨熙吧。还有事吗？太好了！只要我能面试上这份工作，哥哥的治疗费就再也不用愁了。林小姐，恭喜你啊！你很优秀，通过了我们公司面试，你先回去等待入职的通知吧。谢谢。云浅浅，她怎么在这里？那个人是来干嘛的？应该是来应聘瓷器修复师的吧？通知人事部，那个人我不满意，谁都不许找他进来。是。好。哦，知道了。抱歉啊，云小姐，刚刚人事部通知你被淘汰了。我被淘汰了？对。你刚不是说我通过面试了吗？这位小姐，你们公司这么儿戏的吗？唉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云小姐，你得罪了我们总裁未来的夫人，夫人已经下了命令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呀。总裁夫人？可我也不认识啊。具体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，总之你被淘汰了。总裁夫人到底是谁啊？连总裁都不认识，哪里认识总裁？喂，云浅浅小姐吗？你哥哥云倩的医疗费已经拖欠2个星期了，如果再不补交，我们将暂停对你哥哥的治疗。哎，医生，别停药！你放心，医药费我马上就能交齐。想要钱可以，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你当初说只要我嫁给穆北辰就会给我300万的，现在还差100万，你想赖账吗？什么叫赖账？当初我为什么让你嫁给穆北辰？因为对云家有事业上的帮助。出尔反尔，你配当父亲吗？没有教养的东西，你就这么和你的爸说话的吗？要想拿到剩下的100万，你去告诉穆北辰，把乾隆湾的开发权给我。你觉得他会听我的吗？我听思涵说了，穆北辰对你挺维护的，一块小小的地皮应该不成问题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要想拿钱给你个治病，就拿地皮来换。人事部的到底怎么回事？招一个瓷器修复师就这么难吗？你跟人事经理说，
我再给他1天的时间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那巧。等一下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我能有什么事啊？陆总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野蘑菇汤，大火整整熬了3个小时呢，你快尝尝。野蘑菇很容易中毒的，你想谋杀亲夫啊？有毒？可是那个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，她说这个蘑菇能延年益寿，还能滋阴壮阳呢。你觉得我需要吗？这我哪知道呀？再给你1次机会，有事直说。那我刚喝过的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没注意。我确实有一个事情，是关于乾隆湾开发权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就是你们云家不顾我是残废也要把你嫁过来的原因。你想干什么？想要乾隆湾的开发权可以，但是得用更珍贵的东西来换。什么更珍贵的东西？你说呢？陆北辰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们是夫妻，我想什么不都很正常吗？我们是假夫妻，是假的，早晚要离婚的。再说，你不是还有蓝雨熙吗？难道你想辜负他吗？乾隆湾可是一个大项目，你想要它的开发权，肯定得用一些更珍贵的东西来换。陆北辰，你耍什么流氓？还有谁先走了？奇怪，为什么每次面对他都会情不自禁？北辰，真是流氓无赖！看他这个样子，乾隆湾的开发权他是拿不到了。浅浅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出来随便逛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好有个病人在附近，刚好过来帮他复诊的。哦，这样啊。你不开心吗？要不要我陪你坐下来聊聊？都10点了，云姐姐怎么还不回来？难道是今天我太过唐突，把她给吓跑了？浅浅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想再提了。可是如果孩子出生，你一直不告诉他爸爸，上学那会儿没有人可陪我玩，只有你陪我玩，帮助我，不嫌弃我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。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告诉我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的。于浅浅，陆北辰，就我也在外边跟别的男人私会是吧？你怎么说话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是浅浅什么人啊？凭什么这么质问她？我是她老公。你结婚了？对，她已经结婚了，她已经是有老公的人了，所以把你那些不该有的小心思都给我收起来，不要对她抱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和行为。走了，回家。子云，今天谢谢你，我们改天再聊。聊什么聊？你跟你老公的。陆雨辰，你有病吧？你跟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老同学。老同学可以对你动手动脚的，我警告你，你以后离他远一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我吗？且不说我跟他没什么关系，就算有关系也不关你的事吧。我是你老公，是假老公。你有时间还是多去管管你小情人嘛。你不是想要乾隆湾的地皮吗？我可以给你。真的？当然，前提是你要拿自己来换。
你躲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这么侮辱我？莫北辰，我们是假结婚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有这种逾矩的行为。地皮你不要了吗？地皮的事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目前看来，乾隆湾的项目是黄了。我得想个办法，尽快给哥哥凑齐治疗费。蒋秘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呦，您可别提了，我就不知道是哪个傻千刀的，把穆总最心爱的古董花瓶给打碎了。穆总发了大火，连夜找修复师还没找到，正在书房里面生气呢，谁也不敢打扰。可我这儿还有好几份文件等他签字呢，就只能在这儿杵着了。花瓶是那个白瓷花瓶吗？对，就是那个，价值连城，而且还是穆总母亲留给他的遗物呢。哎，夫人，您一直待在家，您是不是知道是哪个混蛋把东西打碎的？您告诉我，我一定把他揪出来，扒皮抽筋。如果这个人是我呢？夫人，穆总今晚不会回来，现在就是您去书房修复花瓶、将功补过的大好机会。好，哎，夫人，您真能行吗？现在里边啊，好歹还是个片片，不会您修完之后变成渣渣了吧？放心吧。大功告成。伟成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你在我书房干什么？这个花瓶，昨晚我不是故意打碎那个花瓶的，我不知道它对你那么重要，抱歉啊。但是我已经给你修复好了，保证还是原来的样子。这是你修复的？嗯，我昨天找了7名国内一流的修复大师，都说没有办法复原，就算是修好也会有裂痕。你既然修得完好如初，你学过？嗯，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，我可是罗老师的关门弟子。国内瓷器修复第一人，罗玉锦。对啊，真没想到，我老婆还是名家继承人。你昨夜为了修她一夜没睡。下次别这么糟蹋自己身体了，你还怀着孕呢，要好好休息。花瓶也修好了，那我先回去休息啦。孕前前，怎么了？乾隆湾的事情。乾隆湾的事情是我考虑不周，那毕竟是你们穆家的地皮，我们非亲非故的，我就这么向你讨要，实在不合适。我不会再逼你把地皮给我了，抱歉。那你爸那里你怎么交代？那是我的事情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走啦。没想到他不仅技艺高超，就连心性也通透得很。晨，听说你的那只宝贝花瓶被摔碎了，我已经叫人帮忙去找修复师了，相信很快就能找到的。不用了，已经修好了。修好了？谁修的？你今天怎么来了？想你了，还不能来看看你吗？
你和云浅浅最近没发生什么事吧？我和他能发生什么事情？也对，你们之间也没有感情，能发生什么事呢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最近总犯恶心，可能是肠胃不太好。那怎么行？我带你去医院。好。浅浅，你最近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？你怎么突然这么问？没什么，孩子的事情，穆北辰知道吗？他知道。我先去做检查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直接跟我说，不用去找别人了。我们是好朋友，不是？就算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也不能总麻烦你啊。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解决。你不要不好意思，我最怕的就是你跟我客气。浅浅，其实我……老婆，陆北辰，你怎么来医院了？你来医院了怎么不告诉我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你吃错药了？浅浅今日产检复查，穆先生难道不知道吗？让老婆一个人来产检，穆先生可真是好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最见不得浅浅受委屈，一丝一毫都不行。我老婆受不受委屈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你最好给我离云浅浅远一点。怎么？你给不了浅浅幸福，难道还不让别人来关心她吗？谁说我给她幸福？你如果真的能给她幸福，怎么会让她为了钱到处奔波呢？穆北辰，如果你照顾不了她，那你就趁早离开，我才是那个能给她幸福的人。子言，没事吧？云浅浅，你老公还在这儿站着呢，你就去关心别的男人？你怎么说打人就打人？你今天来医院就是特意来找我麻烦的吗？北辰，北辰，我检查完了。浅浅，你也来检查身体吗？我今天不太舒服，本来也没有什么事情，但是北辰他非要让我过来检查，真巧，居然能在这儿遇见你。这位是你男朋友呢？我说穆总今天怎么有空来医院呀？原来是蓝小姐生病了。云浅浅，你不要用这样的态度跟我说话。那我应该用什么态度？穆北辰，如果你想以妻子的身份要求我，就请先以丈夫的身份要求自己。浅浅跟那个帅哥的关系可真好，他不会真的就是浅浅的男朋友吧？哎，北辰，你说浅浅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也是他的？你不是已经检查结束了吗？我先去拿化验单。医生，化验单的结果怎么样？什么生病？你是怀孕了？怀孕？难道是那晚让雨熙怀孕了？我怎么可能怀孕？我和北辰又没有，不会是前男友的吧？是啊，你要当爸爸了，宝宝已经2个月了。2个月？你是不是弄错了？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弄错？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？可是，北辰，要不我们先出去一下？北辰，他说你怀孕2个月了，可是我们上次发生关系明明是1个月前，你怎么会有2个月的身孕？一定是坏事的机器出错了，你要相信我呀！这里是全城规模最大的一家医院，这里的设备怎么可能会出错？一时失误也是有的。北辰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北辰，那天晚上是我的第1次，你知道的。你以为我会像于浅浅一样怀着别人的孩子，来让你负责吗？
我在你心里就是那样不堪的人吗？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我不如把这个孩子打掉好了。你冷静一点，先不要冲动。你都这么怀疑我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冷静？好，我们再去别的医院查一查，先把眼泪擦干净，平复一下情绪。我去开车，咱们去主城医院再看看。喂，主城医院有你的人吗？立刻去替我办件事。那个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蓝小姐确实怀有1个月身孕。上家医院说她怀孕了2个月，这种检查也会出错啊？检查结果确实会受到机器的老化程度和病人当时的身体状况所影响，会有一定的偏差，这个倒是不奇怪。穆总不必太过担心。北辰，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？抱歉，之前不应该怀疑你的。北辰，这是你的孩子，你会留下他吧？放心，我会对你和孩子负责的。那云浅浅那边，等离婚冷静期结束之后，我自然会和他分开。真的吗？北辰，你真好。穆总，孕妇专用高规格舒适床买了，各类防辐射家电，澳洲血燕制成的燕窝，千年人参类补品也买了。穆总，您看看还需要什么？你自己看着办就好了，只要是孕妇需要的东西，你就都给蓝云熙买过去。穆总，不是我说哈，人家蓝小姐怀的好歹也是您的孩子，您这未免也太不上心了吧？我不是让你给他买过去了，怎么就不上心了？您要是真上心，就该自己准备。您对夫人不是挺上心吗？事事亲力亲为的，怎么到蓝小姐这就变了？我先去准备了哈。等一下，云浅浅现在在干嘛？夫人现在应该在找工作吧？哎，虽然夫人也是孕妇，但她呀没有蓝小姐那么好命，不仅什么补品也没有，还要为了工作到处奔波。你去给我查一件事情。穆总，事情都查得差不多了。夫人的母亲和云董事长很早之前就离婚了。夫人呢，一直跟着她的母亲和哥哥一起生活，条件很艰苦。夫人的人际关系呢也很简单，私生活也不混乱，也没有交过男朋友。没有交过男朋友？嗯。那她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来的？哦，是1个月前，夫人的母亲和哥哥出了车祸，急需大笔的手术费。这时候，一个人找到她，说可以给她这笔钱，但是要和一个男人，穆总，您不会嫌弃夫人了吧？她为了家人的命，不惜牺牲自己，她也是迫不得已的，我怎么会嫌弃？是啊，夫人很可怜的，现在她哥哥还需要大笔的治疗费，估计她现在为了搞钱，已经费尽心思了吧？磁器修复师招到了吗？招到了，就是水平有些不稳定。辞了现在的人，再把薪水提高3倍。我这边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哥哥的护理费要3万，后续治疗费还要50万。今天只因为我被打了一拳，还要再买点补品去赔罪。这么算下来，我手里的钱肯定不够啊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点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你把这要一点儿啊？嗯，你不是怀孕了吗？虽然孩子不是我的，但现在至少老婆还是我的，所以作为老公，我得肩负起照顾你的责任。这些孕妇的必需品还有补品，你就都拿着吧。这个丑枕头也是孕妇必需品？这个是让你睡觉的时候抱着保护肚子用的。我可跑了5家母婴用品店才挑到，它的材质和质地都是上乘。丑吗？这个是给宝宝用的？这是给你用的。
我查过了，说是孕妇需要多喝水，你现在不爱喝水，这个拿给你喝水正好，也时常可以提醒你，就算你不渴了，你肚子里的小破孩也会渴。你才小破孩！莫北辰，你们公司不会是开发了某婴产业链，你特意来给我推销产品的吧？什么产品需要我亲自推销？那你怎么突然在意起孕妇的事了？蓝雨熙怀孕了。她怀了你的孩子啊？嗯。那不挺好的，恭喜你啦！这些东西不会是你给蓝雨熙买礼物的时候随便给我带的吧？我说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心？谢谢你啦。不是，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我亲自给你挑选的，你从来不是随便。我还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这里是你的房间。对啊，那我还有事要忙，要不你先回去？还有一件事情，嗯，乾隆湾的开发权我可以给你们云家。为什么？我提前查过了，云家根本不具备开发乾隆湾的能力啊。我知道。你知道还给云家？难道上赶着做赔本生意吗？不会是因为我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你哪有那么大魅力啊？我穆北辰可不会做赔本的生意，要把乾隆湾的开发权给你们云家，可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。要我？是，我要你去我们万盛做瓷器修复师，每个月税后60万，期险2金全交，其他的福利另算。只要你同意，我就把乾隆湾的开发权给你们云家。万盛集团啊？你就是万盛集团总裁啊？万盛是穆氏旗下的集团，怎么了？可是我前2天去万盛集团面试了，也是瓷器修复师的岗位啊。他们说我得罪了总裁夫人，把我给淘汰。总裁夫人？我不就是总裁夫人吗？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，你按时到岗就可以。怎么了？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乾隆湾的项目给了云家，这么高薪的工作给了我，怎么所有好事都让我摊上了？莫北辰，你不会对我另有图谋吧？如果我说我图谋的是你，你信吗？你不会是胡谋我孕妇的身份，想让我给蓝雨熙的孩子当奶妈吧？哎1天后到万盛报道，迟到1分钟的话扣100。1个月60万，我还拿到了乾隆湾的开发权，这样就能跟云家交差了。云家还会再给我100万，这样算下来，哥哥的治疗费、护理费，还有复健费，岂不是都有了？哈哈，嘿。穆总，穆总，您让我查的事情都查清楚了，夫人确实来万盛应聘过，但是是被蓝小姐亲自淘汰的。蓝雨熙。北辰，北辰，你给我准备的那些礼物我都看到了，连婴儿的尿不湿都有，你想的太周到了。现在还用不上尿不湿吗？蒋旭做事一向周到稳妥，那些都是他准备的。云浅浅前几天来面试瓷器修复师，是你让他淘汰。那是因为
浅浅不是刚刚毕业吗？这个岗位要资深的修复师，我怕他应付不来。可是云浅浅是从国内一流的瓷器修复大师楼玉起，又在官方修复院工作的经验，他称得上资深二字。我承认，我是有私心，我是怕他本身就朝夕与你相处，如果再进了公司做了瓷器修复师，他就会离你更近。我害怕你们相处久了就会产生感情。我说过，时间一到，我自然会跟他分开。可是我害怕呀，我现在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我害怕会失去你。雨辰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这样做的。好了，既然答应照顾你的孩子，就一定会对你们负责。只是云浅浅，他也只是一个无辜的普通人，你不应该随意捣乱他的生活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我已经把他招进公司了，你一会儿就能见到他。先在这儿平复一下情绪。云浅浅，既然你执意跟北辰纠缠不清，就不要怪我下狠手了。新来的，你叫云浅浅是吧？哦，是我。真不知道你有什么能耐，明明上次都被淘汰了，竟然还能被招进来。这里面是破碎有瑕疵的古董瓷器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必须修复完整，落下一件就扣1000工资，明白吗？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不管你和人事部哪个领导有关系，他们放你进来，既然你进了万盛，就好好做人，千万别想着什么攀高枝、勾搭高层什么的。公司里有一个人你一定不能惹，那就是总裁夫人。总裁可是一个老婆控，你如果让总裁夫人有半点不满意，明天就有人把你赶出江城。总裁夫人？没错。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这都是我们小员工办公的地方，您的身份不应该来这里啊。云浅浅，真没想到还能在这儿遇到你。原来他们嘴里的总裁夫人就是蓝小姐啊？不是我，难道还能是你？云浅浅，你对北辰可真是死缠烂打，居然都追到公司来了。我想你误会，我来万盛是来工作的。哟，你不说我倒忘了。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位云小姐呢，我之前就认识了。她的履历呀，十分丰富。她之前的身份呢，是未婚先孕的。大家要是有什么关于未婚先孕或者私生活太简单，不知道该怎么丰富的问题，都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云小姐。北辰今天还约了我吃饭，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。看来总裁夫人对这个云浅浅意见很大。你干什么啊？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没看见。来，我帮你擦擦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会擦。新来的，你什么态度？我好心帮你，反倒成我的不是了。刚刚我想了想，为了检验你的工作能力，那些瓷器的修复时间从3天缩减为1天。如果1天后你还没有修复好，你就给我卷铺盖滚蛋！都这么晚了，云倩倩怎么还不回来？
蒋旭，云浅浅还在公司吗？夫人现在不在呀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这不是为了你的公司努力工作来着？才第一天上班，你就把自己搞得这么憔悴。云浅浅，你到底懂不懂怎么照顾好自己？你还是个孕妇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是没有穆总会享受，上班时间还有空去陪小情人约会。谁跟小情人约会了？我明明就开了一天的会。你要是工作实在太累的话，你可以告诉我，看在你是个孕妇的份上，我可以酌情给你放几天假。云浅浅，为什么你总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？怎么睡在这儿了？糟了，要迟到了！哟，上班第2天就敢迟到呀？你胆子挺大呀！抱歉啊，昨晚下班太晚了，今晚睡过头了。那么晚下班啊？那让你修的那些瓷器都修好了吗？只要有一件没完成，你就立马走人。我们万盛可不养那些不三不四的闲人。这是什么？你昨天交给我的那些一件补茶都在里面。你全都修好了？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忙了，你请便。夫人，那个女人还真有点本事，那么多瓷器，她一晚上就修好了。我看赶走她有点困难。那么低劣的手段当然不行，想要把她赶出万盛，就要让她身败名裂，再也翻不了身。浅浅，这是你的快递，你先收一下。快递？我最近也没买快递啊。那我就不清楚了，人家指名道姓说是给你的，还说要好好谢谢你呢。云浅浅，混得不错呀，这才刚上班几天，就有人给你送礼了。等一下，这不是韩氏集团的 logo 吗？韩氏和我们万盛可是10几年的死对家。云浅浅，他们怎么会给你送东西？我不知道，人家都连名带姓的说要谢谢你了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说了我不知道。既然你不知道，那我替你看看好了。这是我的东西，你凭什么看？就凭我是你领导。哇，灵芝、人参还有名牌包包，这可是大手笔啊！万盛和韩氏可是死对头，两家公司一直都有一条潜规则，那就是不得和对方的公司来往。云浅浅，你作为万盛的员工，韩氏集团为什么会送给你这么多好东西？不知道，我根本没听说过韩氏集团。你不知道？我看你是背地里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不敢说了吧？不好了，我们公司有2件珍贵的古董瓷器失窃了。失窃了？那还不赶紧去找？已经找到了。找到了？在哪儿？在韩氏的古董瓷器展出会上。韩氏，我知道了。云浅浅，一定是你把瓷器卖给了韩氏，韩氏才送给你这么多东西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没有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万盛给你开了这么好的条件，你居然敢背叛万盛！走，跟我去见领导。我没有背叛，那些东西不是我偷的。这些话你还是当着高层领导的面去说吧。今天穆总出差，还好夫人、蓝总监在。云浅浅，
韩氏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？又是怎么说服你背叛万盛的？你都要当着蓝总监的面说清楚。我没什么好说的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韩氏集团，也没做过那些事情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嘴硬？如果你跟韩氏集团真的没有关系，那他为什么要送给你那么多好东西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看你是说不清楚吧。云浅浅，看在我们认识的份上，我本来应该放你一马，但是你不仅偷了公司的东西给了对家集团，还连累公司损害了大额的利益，这大家也都看见了，我也不好寻思呀。这样吧，你自己主动辞去公司的职务，到警察局去自首，大家也是好聚好散呢。我没有做过，你凭什么让我去自首？蓝总监，你都没调查清楚就擅自发落员工，你这样的行径怕是难以服众吧？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？你要是真的没有投靠韩氏集团，他为什么送这么多东西给你啊？那些东西不是韩氏人送的。北辰，你不是出差了吗？听说公司出了事情，我当然要回来看看。穆总，云浅浅偷走了我们公司2件最重要的瓷器，送给了韩氏，他背叛了万盛。背叛？你有证据吗？他是瓷器修复师，那些瓷器都归他管，他想拿走哪件就拿走哪件。更何况韩氏送了他那么多东西，那些东西都是我送给云浅浅的。什么？江轩在。耳朵这么不好使的员工，你是从哪儿给我找来的？对不起，穆总，是我的疏忽。可那箱子上明明是韩氏的 logo， 那东西也一定是韩氏的。穆总，怎么会是您送的呢？因为万氏刚刚和韩氏签订了合作协议，万盛给了韩氏2尊瓷器，所以韩氏自然要回礼。万盛和韩氏签订了协议，所以根本不存在偷，也不存在背叛。蓝总监，你手下的人似乎太敏感了一些。穆总，这不对吧？韩氏既然要回礼，为什么偏偏送给云浅浅东西呢？我看啊，一定是他私底下勾结了。因为云浅浅是我的太太。云浅浅是总裁夫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明明蓝总监才是。我从来没在公司公开过自己的太太，今天正好趁这个机会官宣一下。云浅浅是我的太太，我聘请她到公司来是来修复瓷器的。我希望你们各位不要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打扰她。你们都听明白了？穆总，我你被开除了。蓝总监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啊！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！所以穆北辰这是公开我们关系了？可我们不是马上就要离婚了？北辰，你刚刚是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要说云浅浅是你的太太？你不要我跟孩子了吗？玉溪，你做的太过分了，偷了公司的东西送给对家，这种行为完全可以让云浅浅身败名裂，无法再胜其立足。你是想毁了他整个人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我今天说的东西都是真的。万氏确实跟韩氏达成了合作，所以韩氏的动向我都清楚。是谁偷了瓷器送给韩氏，又是谁假冒韩氏将东西送给林浅浅，我都一清二楚。你就这么容不下林浅浅吗？对，我就是容不下他。北辰，明明是我牺牲了自己的清白，帮你解了情毒，还怀上了你的孩子，你却跟别的女人领证，你每天跟他朝夕相处，还处处维护他，这哪个女人能忍得了？我之前就跟你说，朝夕相处只是暂时的，等离婚冷静期结束之后，我就会跟他离婚，我会对你负责。可我害怕你爱上他，今天居然还为了维护他，公开了你们的关系，你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？我看你根本就不在乎。既然如此，
如我跟孩子去死好了。你冷静。我今天公开跟他的关系也是我的原因。等离了婚之后，我会给大家解释清楚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们母子一个交代。但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。真的吗？你不要骗我。你今天这个样子，和之前你为我解情毒的时候，完全就不一样。不要再做让我讨厌的事情。我知道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去开会。你让我跟你去出差，去哪儿？去多久？都有谁啊？月程，大概3天，就我们俩。就我们2个？你怎么不让蓝雨熙陪你去？蓝雨熙她怀孕了，需要安心养胎，不宜四处奔波。可我也是孕妇，我也需要安心养胎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我的孩子。穆北辰，乾隆湾的地皮我给你了，今天又在众人面前替你解了围，前后算起来，我已经帮你2次了。我让你陪我出差，不行吗？行吧，我也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那我去收拾行李。不用，这次月城的活动需要所有参与者同吃同住，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。我们同吃。你不要误会，同住的套房有2个房间。哦。我们出差要住的酒店是新顿酒店。怎么了？为什么偏偏是那晚的酒店？你准备好了？走了。啊。一共50万，既然拿了钱，就管好你的嘴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舒服吗？没事儿，可能晕车了。那你在这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前台办理入住。办理入住，2个人。穆先生又来出差呀？那位是您的夫人吧？您对夫人可真好，每次出差都带着夫人。每次？你怎么知道她是我的夫人？1个月前您就来过这里，那天我亲眼看见她晚上进了您的房间，第2天早上才出来的。你说什么？1个月前，是我神志不清那次吗？那天看您确实有点不太清醒。我中奇药那次是云浅浅进了我的房间。办理完了吗？云浅浅，怎么了？1个月前，22号那天，你来过新顿酒店没有？他怎么知道我来过？难道他私下调查我？没有啊。可是我确实看见过您了。你记错了，我那天都不在悦城，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儿？可是我明明看……一定是你记错了。也有可能，难道是我真的记错了吗？我累了，先去休息了。难道真是前台记错了？一共1大1小2个房间，毕竟是你出的钱，你住大的，我住小的。云浅浅，你以前真的没来过这家酒店吗？没来过呀。你知道吗？在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，我发现了你的一个小毛病。什么毛病啊？就是你撒谎的时候，从来不看着别人的眼睛。真是闲的。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你以前来没来过这家酒店？
这是我的隐私，我不想说，也不想让别人知道。好，我累了，先去休息了。江旭，你立刻去给我调一下新顿酒店1个月前的监控视频，就说钟明耀那一天的。你说什么？穆北辰要调取1个月以前新顿酒店的监控视频？现在立刻去找一个计算机高手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，一定要毁掉酒店监控，绝对不能让北辰看到，听明白了吗？好端端的，他怎么会想要调取酒店监控？难道是知道什么？穆总，监控出现故障没调出来，连1个月以前的监控视频都模糊不清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被人恶意毁坏了呢。那就想办法恢复。是，穆总，你怎么突然想起调酒店监控了？让你查的另一件事，怎么样了？啊，有结果了。夫人1个月以前确实来过新顿酒店，好巧不巧，正是您中迷药的男人。他来干什么？查到了吗？这个不是特别清楚，只是听别人说，那天夫人的母亲和哥哥出了车祸，他来酒店找人帮忙借钱。真的有这么巧吗？喂，北辰，你到悦城了吗？到了。你一工作起来就不管不顾的，一定要注意休息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听到了吗？北辰，这次你在悦城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啊？没有。那你还怀着孕，不要熬太晚，先睡吧。好，那你也要早点休息哦。听他的态度和语气，应该是没发现什么。蓝雨熙，你不要慌，再过1个星期就到1个月了，到时候云浅浅就会被北辰扫地出门了。我听说穆北辰带着云浅浅去悦城旅游了，他怎么就那么好命？那穆太太的位置原本应该是我的，都是那云浅浅抢走了我的一切。妈，怎么才能让云浅浅被穆家扫地出门啊？你上次没看到穆北辰将云浅浅维护那个态度吗？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将那个贱丫头赶走？可是他不走，我怎么嫁给穆北辰啊？穆北辰不赶他，可以让他自己走啊。我们管不住他，还管不住他那个病秧子哥哥吗？妈，你是想……喂，是我云思涵。什么事儿？云浅浅，你在穆太太的位置上也坐了这么久了，现在也该还给我。还给你？当初若不是我不愿意，你哪来的机会攀上穆家这棵高根？现在我改变主意，我忽然又想嫁给穆北辰，你赶紧从穆太太的位置上给我滚下，否则……好你个云浅浅，居然敢挂我的电话！好，那我就等着你哭着来求我。怎么这么大的脸？谁认你？你都是那对烂，天天给我找气受。啊什么啊？行李都收拾好了，赶紧回家。就这么走了？行李也不拿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今天22号了吧？怎么了？还有7天就到1个月了，离婚证也能拿到了。你就这么想离开我？又不是我着急，是你那对烂桃花着急。什么烂桃花？喂，是云浅浅小姐吗？你哥哥云天出现了些紧急情况，如今已经产生了休克反应，你快来医院看一下吧。休克？好，我马上到。穆北辰，马上去主城医院，我哥出事了。去主城医院？怎么会突然休克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要担心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
说不定只是虚惊一场。医生，我哥怎么样了？情况已经控制住了，不过还没脱离生命危险。生命危险？怎么会危及到生命？我哥明明一直好好的呀。根据患者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中毒。中毒？我们已经给患者洗了胃，不过毒素已经发展到了四肢、骨骼，如果不能及时服下解药的话，怕是要救不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突然中毒呢？我要到哪儿去找解药啊？云浅浅，你哥的事儿你知道了吧？是你做的。你要是还想要解药，就趁早离开穆北辰，从穆太太的位置上滚下来，否则你就等着给你哥收尸吧。喂，云思浩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情况怎么样了？你怎么了？莫北辰，我们离婚吧，我们申请加速进程，今天就去办婚礼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就去拿离婚证。你等等，你先不要着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告诉我。是云思涵给我哥下的毒，他说只有我跟你离婚，他才给我哥解药。北辰，我们离婚吧，好吗？离什么离？整个江城都是我们穆家的，你以为我会找不到一个解药？不过，放心，你哥一定不会出事。江城没有那种毒的解药，这是从邻国找过去，花了5个亿之多，找到后立马派私人飞机运送，一刻都没有耽误。解药找到了，里面是解药，请你一定要将他救回来。医生，我哥怎么样了？解药送来的很及时，已经给患者服下了，而且又做了清创手术，患者现在已经没事了。Yes， 真是多亏了我，多亏了你，多亏了你。莫北辰，谢谢你啊。穆总，不至于吧？夫人就是轻轻的抱了一下您，您至于笑得这么荡漾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喂，派人从邻国调解药，3架私人飞机接力运送，一动就是5个亿。穆总，您是彻底爱上夫人了吧？哎，这都不是爱上了，是陷进去了。看来你最近比较闲啊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什么？云天被穆北辰救回来了？这怎么可能？穆北辰怎么会帮云浅浅？我也没想到，这小贱人从哪里学来的狐媚子手段，竟然把穆北辰迷成那样。这次没得逞，怕是让他们起了防备之心，下次再搞他，怕是就难了。云浅浅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找你们算账的。云浅浅，这里是云家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们平时干了多少阿杂事，有着多少龌龊心思，我都懒得管。只是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们不该动我哥哥。哼，我们就动了，能怎样？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过就是被我爸丢弃的一个……这大清早的，你们都在这吵什么？浅浅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儿子刚从鬼门关走了一圈，老子还有心情在家里睡懒觉。云董事长当真是个好父亲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想要乾隆湾的开发权吗？你拿到了？不可能，乾隆湾那么重要，穆北辰怎么可能会把那块地皮送给你？不可能，合同都在这儿了，
有什么不可能的？这穆北辰对你真是不错，这么大的地皮都愿意给你。说好的100万呢？过会儿就打到你卡上。可我忽然改变主意了，乾隆湾那么大的项目，只换100万，我岂不是太亏了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你跟他离婚，把他们赶出去！你这个小贱人，胆大妄为，居然逼自己的亲父亲离婚！你妈当初管不住男人，你就要拆散我爸妈吗？于芊芊，袁董事长，条件我已经说清楚了，要合同还是要女人，你选一个吧。芊芊，我和你阿姨这些年夫妻情深，那我妈妈就活该被抛弃，活该没钱做手术，最后重伤身亡。当年你背着我妈跟这个女人搞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跟我妈夫妻情深？老公，你可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啊！你不是想要合同吗？反正就他一个人在，我们把他抢过来不就行了？何必受他如此掣肘呢？抢？你们不会以为拿到合同就万无一失了吧？你们以为区区一个合同就能捆绑住穆北辰？只要我不同意，穆家的乾隆湾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拿到！你胡说八道！老公，你可千万别听他的，他跟穆北辰才在一起多长时间？穆北辰怎么可能对他言听计从？云芊芊，谁给你的勇气，让你说出这么狂妄的话？我给他的。我老婆的勇气自然是我给的。穆家的地皮，你说给谁就给谁。北辰，怎么有时间过来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当然是给我老婆撑腰啊。条件我已经开出来了，想要地皮就拿离婚证来换，我只给你3天时间。老公，回家吧。走。就这么开心？当然，以前都是我那个渣爹拿捏我们母子3个，现在能拿捏他们，自然身心舒畅。这次要是不让那个女人和云思涵扒层皮，我都对不起我哥这次受的罪。你爹不会那么轻易离婚的，他还会再来找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商人的直觉，他下次来找你，我陪你一起面对。好看吗？我是不是很好看？我困了，先睡了啊。什么？你们居然敢给云天下毒！你们真是胆大妄为！我们也是想给云芊芊点颜色看看，谁知道他有穆北辰做后盾啊！老公，我跟思涵也是为了你着想。你看看云芊芊现在这个样子，整个人狂得不得了。我们不也是怕她脱离你的掌控乱来吗？所以我们才控制她。控制？这就是你说的控制？让她回家对我摆尽脸色吗？事已至此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云家必须拿到乾隆湾的开发权，明天我们就去把婚离了。老公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这么多年，我为了这个家勤勤恳恳，还给你生了女儿，你不能对我这么绝情，老公。我不抛弃你，我就得抛弃乾隆湾。不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这样，我和思涵去给云芊芊道歉，求她原谅我们，求她把乾隆湾给我们云家。这丫头从小就心软，她一定会同意的。好，3天后我摆一桌酒席，你们到时候要把握住机会。要是拿不到乾隆湾开发权，你们就都不要在云家待了。哼！妈，怎么办呀？万一云芊芊就是不接受我们的道歉，我们真的要离开云家吗？当然不能，我这辈子还没被谁拿捏过。既然云芊芊这么跟我作对，那就别怪我手毒心狠。进去吧。等等，怎么了？管住。
我还一直总着等呢，总算把你们等来了，快请进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就这样，有脾气。请进。钱钱、北辰，你们来了。袁董事长，我不是让你拿着离婚证来换合同吗？你怎么把人也带来了？哪里的话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今天你雪姨和你妹妹想好好和你道个歉，咱们把话说开就好了。别站着了，先坐吧。思涵，还不赶快招待客人啊！穆总，请坐。思涵妹妹这是用心了啊，道歉还穿得这么漂亮，不知道还以为你来相亲呢。云浅浅，你思涵，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都饿了吧？赶快动筷子吧。浅浅，今天给你们叫回来是特意向你道歉，之前你哥哥的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？你要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的话，就应该带着云思涵去警察局自首啊！你们干的可是违法的事儿。当然，去自首前别忘了先跟我爸离个婚。我们云家可不想沾上什么脏东西。浅浅，我知道你还生我的气，但是我跟你爸是真心相爱呀。真心相爱吗？那云董事长，这合同你还要不要了？老公，浅浅，你跟我过来一下，爸有事跟你说。我背你起来。不用，我应付得来。思涵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招待客人呀！啊，穆总，穆总，请用。谢谢。穆总，你要是热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凉快一下。云浅浅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非要逼得云家家破人亡，你才肯罢休吗？家破人亡的滋味我早就体会过。你也看到了，穆北辰对我很重视，只要我不同意，他不会把乾隆湾的项目给云家。而我，只要你跟那个女人离婚，他跟公司谁重要，你自己掂量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和他离婚的。合同呢？一会儿送到你办公室。还真是夫妻情深啊！爸，这是怎么了？爸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放下来。我们回家。你们站着，不能走！你刚刚对思涵做了那样的事情，你不用负责吗？怎么回事？爸，刚才怎么了？穆总，刚才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你该不会是说我老公非礼你，想对你不轨了吧？没错，他对思涵做出那样的事情，他就应该负责。你哪来那么大脸？就你女儿那种货色，我老公看不上。浅浅，现在是你妹妹受欺负了，你怎么还向着外人说话？妹妹，我妈就生了我一个女儿，我哪来的妹妹？再说了，我当然是跟我老公更亲。云家待客的手段，我今日算是见识过了，来日必将加倍奉还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对思涵做出那样的事情，穆北辰他就是看上我们家思涵了。你还不说实话吗？你以为你的女儿是天仙呢？能让他那样的人在饭桌上出轨？老公，慢点。你怎么这么疼？不行，我得找人帮我。
他是医生，他可以帮我们。你现在怎么这么疼？你当我是发烧？不是发烧，怎么会这么疼？你知道，我现在不能碰了，特别是你。莫北辰，姐姐，帮了你这么多次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些报酬了？莫北辰，不行，我肚子里还有孩子。你过来。莫北辰，给江旭打电话，快！喂，蒋秘书吗？他没事了吗？穆总已经吃了药，又打了吊瓶，应该没事。那就好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今晚就麻烦夫人多多观察一下穆总了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莫北辰，谢谢你。天哪，我亮了！这都一晚上了，莫北辰怎么还不醒？身上也不烫啊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叫医生过来看看。你醒了？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刚刚。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你昨晚照顾了我一晚上，这次的事终究是云家对不住你，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云倩倩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就是有点头晕，没事儿。云倩倩，云倩倩，蒋旭，穆总，你们这是什么玩法呀？你晕完他晕，你们接力受伤吗？闭嘴，开会的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点晕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医生说，你的孩子……我的孩子？我的孩子怎么了？他还在吗？你先不要着急，孩子还在，就是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肚子里的孩子疑似有遗传性基因病。遗传性基因病？是的，云小姐，冒昧问一下，你的家里有没有遗传性基因病史？没有啊，我家里人都很健康。那孩子爸爸家里呢？他不是孩子爸爸。
抱歉，云小姐，我建议你还是问一下孩子爸爸，看看他的家里有没有遗传病基因史。如果有的话，也一定会遗传到孩子，这也是你今天晕倒的原因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要采取另一种紧急治疗的办法，尽量保下这个孩子。尽量保下？是的。是不是孩子的父亲没遗传病的话，就没有事了？那是自然。但同时，我们也不排除云小姐可能是最近太累了，体力不支导致的晕倒。但为了以防万一，有些事情还是问清楚的比较好。我们知道了，谢谢医师。客气。你先别慌，万一只是虚惊一场呢？先试着联系一下孩子的爸爸，问一下吧。陆北辰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我是不是个很失败的人？是个失败的母亲？你不是，你很棒，而且有我在呢。放心吧，都会没事。先试着联系一下孩子的爸爸吧。那我先试着联系一下孩子的爸爸。喂，林浅浅，我不是说过以后不要联系了吗？我不是想打扰你，你有孩子父亲的联系方式吗？我有些事情想问他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你不能单独联系孩子的爸爸。这样吧，你有什么告诉我，我给你问。也行，那你帮我问一下，他有没有遗传性基因病？知道了，真是烦死了。你都听到了。你不要多想，等着那个人联系过孩子的爸爸之后再说吧。喂，是我。这个声音不是我刚问的那个人吗？你是谁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打错了。怎么会把蓝小姐和穆总的电话记错了？差一点坏了大事儿，赶紧给蓝小姐打个电话问问。什么？你说你打电话给穆北辰打过去了？你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，我发现打错了我就赶紧挂了。他怀疑了吗？应该没有怀疑，也就是打错了个电话而已。那你打这个电话到底有什么事？还不是那个云浅浅，他想知道穆总有没有基因病。北辰怎么会有基因病？他问这个做什么？那我就不太清楚了，可能是怕被传染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的这个手机号以后不能再用了，一定不能让云浅浅再联系上你，听懂了吗？懂。看来云浅浅还真的是个不定时的炸弹。太好了，没有基因病我就放心了。还好，只是虚惊一场。同一个号码，他怎么会打到我这里来？估计是巧合吧，总不能你就是孩子的爸爸吧？既然没事了，那我们回家吧。好。北辰他居然给云浅浅那个女人开车门。没事吧？我说他最近怎么不联系我？原来是在陪那个贱人。不行，不能再等了。就算拿不到离婚证，我也要让北辰对那个女人彻底断了念想。中午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我想吃。北辰，这么久没见，你有没有想我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吗？毕竟宝宝想你了嘛。
既然蓝小姐来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先上楼了。哎，云小姐着什么急呀？你有事吗？没事儿，就不能请云小姐一起吃顿饭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很忙，没空。北辰，那我们去吃饭吧。云浅浅，有事儿？你可真是够不要脸的！明明知道北辰心里的人是我，你还一直往他身边凑。蓝小姐刚才不是还挺和善的，要请我吃饭吗？怎么现在这么凶悍？穆北辰不在，你就懒得装了？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离开北辰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现在还是合法夫妻，等拿到离婚证，我自然会给你两地分。等，这都是你的借口吧？你是不是就是想趁着这段时间让北辰爱上你，好坐稳你穆太太的位置？云浅浅，你可真是心思深沉，阴狠歹毒啊！你可真是吃饱了撑的，脑袋问门夹过去。一个男人而已，还不至于让我像你一样死皮赖。怎么被我戳穿了就想逃跑？云浅浅，我告诉你，北辰他是我，他也只能是我，谁都抢不走。谁要跟你抢啊？于西，于西，怎么了？疼！你流血了，你去医院。他怎么突然倒下去了？我明明没用力啊！雨熙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北辰，你来了，我的孩子呢？你伤到了肚子，孩子没保住。没保住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韩小姐，你节哀，孩子还会有的。孩子还会有的。云浅浅，你轻飘飘的一句话，我的孩子就白死了吗？北辰，是他嫉妒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怕我威胁到他傅太太的位置，是他把我推下楼梯的，是他害了我。我没有，我当时都没用力，你不可能摔下去。你没用力，难道还能是我自己摔下楼梯，自己害了自己的孩子吗？够了，北辰，我们的孩子还那么小，他都没来得及到这个世上看一眼。叶姐，我真的没有推他，你不相信我？他的孩子，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真的没有推他。云浅浅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没有做错，不会道歉。北辰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没事，我不走。辰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有你了。北辰，你不会不要我了吧？你不会为了云浅浅抛弃我吧？辰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如果你也不要我了，我还不如去死。你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会给你个秘方。辰，明天就满1个月了，我们去把最后一道离婚手续办了吧。
以前怎么不见穆总这么着急啊？是为了蓝雨熙吧？穆北辰，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阴险歹毒、嫉妒心强，甚至不惜杀死别人的孩子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，是吗？在云家的宴席上，云思涵说你欺负他，我可以毫不犹豫的相信。这次你不能相信我。那是我跟他的孩子，蓝雨熙他绝对不会用孩子来做筹码。那我就会了，是吗？到底是我自作多情。明早8点，离政局门口见。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你很少穿得这么新了。终于要脱离苦海了，当然得换件喜庆的，我们一起庆祝庆祝。云浅浅，我不是不相信。行了，穆总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你也会照顾好蓝雨熙就行。进去。你们给我站住！都是你们害的，我和思涵被赶出云家，只能沦落街头。你们害我失去了一切，我今天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！我要杀了你们！你们都给我去死吧！傅北辰，下去！放开我！这好吧，你没事吧？谁让你挡道的？你怀着孕，你不知道吗？要命啊！那不是情况紧急，我没想那么多嘛。你才傻呢，他都捅过来了，你怎么不动啊？你等着被捅吗？哪来的血？你受伤了？没事，小善。穆总，这个女人怎么处理？我要杀了你们！把她给我压到，该死，就死！放开我！走，上去医院。可是，怎么？你想鲜血淋漓的跟我去离婚吗？不知道还以为我家暴呢。好，去医院。好了，没什么事儿，回去之后记得忌辛忌辣，不能沾水。好，我们都记住了，谢谢医生。你先帮把衣服穿上吧。我吗？这里又没有其他人，我胳膊受伤了，动不了。抬手。嗯。我让你抬手。哦。姐姐，紫银，你怎么来了？紫银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穆总受伤了，我特意过来看看。其实我受的只是小伤，剥陆少的福，没有死。你很失望吧？穆北辰怎么说话的？紫银，不好意思啊，他受伤了，心情不太好。没关系，能理解。倩倩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有些事情想和你说。好，那你先去老地方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到。老地方，
你们两个倒是说，看来平时没少私会吧？你怎么说话呢？离婚手续的事儿，离婚的事情改天再说。我现在受伤了，什么也干不了。行，那你考虑好时间再告诉我。穆总，这夫人怎么跟姓陆的在一起了？穆总，那姓陆的不会想挖你墙角吧？看来你平时是闲得很。不闲了，不闲了，我工作很忙的，我还过来给您送饭。哎，穆总，您看，这是为您精心挑选的营养餐。云浅浅呢？夫人的已经送过了。穆总，您对夫人这么关心，我看您对夫人早就情根深重了吧？反正你们也结婚了，为什么要离婚？好好过日子吧。蓝雨熙当初为了救我牺牲了清白，现在又失去了个孩子，我终究是要给他一个交代。说到孩子，夫人那么善良，怎么会把一个孕妇推下楼呢？我感觉哈，夫人不是那样的人。我知道，我从来就没怀疑过他。您知道，那您还让夫人？我们先去看一下蓝雨熙。好，我扶着你。1个月的时间到了，就和穆北辰的离婚证应该可以拿到了吧？今天就要去领的，只是中途出了点意外，我们就来医院了。倩倩，你是不是不想离开穆北辰？怎么可能？他心里只有蓝雨熙，我跟他不是一路的，早晚要分开。分开之后，打算做什么？先把孩子生下来吧，然后带着孩子好好生活。倩倩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照顾你的孩子？子言，你怎么突然开这种玩笑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上学那会儿就已经很喜欢你了，已经喜欢你好多年了。倩倩，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？可我现在还是穆北辰的老婆，可你马上就不是了呀。我肚子里还有别人的孩子。没关系的，我不在乎的，我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的。可我知道你心里还有穆北辰，可穆北辰的心里只有蓝雨熙，他是不会选择你的。他这个人自尊心极强，他不会把你的孩子视如己出的，他不是你的最佳选择。姐姐，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对不起，子言，我只把你当成好朋友，其他的就没有。好吧，可能是我太着急了。我知道你一时还难以接受，不过我会等你的。子言，答不答应是你的事，等不等是我的事，我会一直等下去的。是哪？北辰，你会对我好的，对吗？别多想，好好休息。那你会跟云浅浅离婚，然后对我负责的。北辰，你真好，我要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。云浅浅，你到底在期待什么呀？不行，我不能让自己越陷越深，绝对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夫人，您是要去找穆总吧？他现在在这个。他在蓝雨熙房间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还有事先走了。哦。
我还有点事情，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你也要注意休息。都处理好了吗？处理好了，夫人的继母杀人未遂，被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。最近多安排一些人手保护好钱钱，另外再派2个人把云思涵给我盯紧，我怕他会有什么动作。明白，穆总。您现在要回公司吗？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点事情。好。你就放心吧，这穆北辰呐，已经被我拴得牢牢的。不过云浅浅那个女人还真的是精明，我都这么激她，她都不为所动。要不是我机灵，估计就不能把孩子没有了的事情跟她扯上关系了。这孩子留着，也迟早都是个祸害，能用她赶走云浅浅，也不枉我白白怀了她几个月。北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都听到了？是你故意设计自己的不是，以此来陷害云浅浅的。不是这样的，北辰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刚刚听错了。我听没听错，我自己会判断。我知道你一直不满云浅浅，但是我没想到，你居然恶毒到会用自己的孩子去陷害她。我没有。蓝雨熙，你怎么是这样的人？你还是当初那个为了跟我解毒会牺牲自己清白的人吧？北辰，你听我说，我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我不想听你有什么苦衷，我只替那个孩子感到悲哀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我不会娶你。北辰！云浅浅，回来没有？不在医院，也不在家里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东西，他东西怎么没了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赵熙，你今天见过浅浅吗？哦，看到了，在蓝小姐的病房门口，夫人还让我不要打扰你们。蓝雨熙病房门口。知道你受伤不方便，我就自己去了民政局，说明情况后，人家也把离婚证给我了。现在我们就算是彻底离婚了，我就不再打扰你了。祝你和蓝雨熙百年好合，云浅浅留。姐姐。怎么办个出生证明这么难？当初和穆北辰的离婚手续怎么会出问题？宝宝乖，等咱们办完证明手续，就去悦城找舅舅吧。10个月了，有他的消息了吗？能找的地方都找了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莫总，我看夫人就是不想见我。那就继续找。
宝宝乖，妈妈办完事就带你回家啊。你好，我来咨询一下离婚不成功的问题。你说什么？快，掉头去民政局。明明当时都处理好了，现在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？当初不是说拿离婚证就行吗？现在说手续不全，离婚不成立是怎么回事？当初拿离婚证的时候，你老公并不在现场，无法判断你们是否都是自愿离婚。是前夫，我当初不是解释过了吗？他是受伤了不方便来，所以我才一个人来的。那他是否是自愿的呢？他当然不愿意。陆北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手续不全，所以离婚无效。想要离婚的话，就要重新办理申请。那我们不离婚了，跟我走。陆北辰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为什么要不告而别？我哪有不告而别？我不是给你留了离婚证跟纸条吗？谁准你一个人把离婚证领回来的？我说过要跟你离婚了吗？陆北辰，你有病吧？我们当初结婚本来就是个交易，时间到了不离婚，难道要在一起过一辈子吗？为什么道歉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当初把乾隆湾那么大的项目交给你们云家，万一要是赔钱了，我找谁负责？所以在这块地皮赚钱之前，你必须留在我身边。陆北辰，你个无赖！宝宝哭了，你快放开我！宝宝，妈妈回来了。这就是那个孩子。这是我儿子。好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离婚的事情我们改天再商量。你要回哪儿去？我们是夫妻，我家就是你家。陆北辰，你将军，喂，把这个小破车给我丢麦把上去。是。这怎么1年不见，他怎么变这么幼稚了？金芊芊，这1年你都在干什么？生了个孩子，考了个证，现在准备创业。哦，你呢？你跟蓝雨熙结婚没有？你这什么表情？难道你出轨了？你又跟别人在一起了？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一直以来，我都只想跟你在一起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哦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莫北辰，我公司有点事情要去处理一下，你帮我照顾一下宝宝啊。等等，照顾宝宝？可是我不会啊。很简单的，饿了喂吃的，渴了喂水。要是不渴不饿还一直哭，那就是要上厕所。哎哥，麻烦你了，先走了。能说啥？饿了，我会吃，我会吃的，我会吃的。穆总，
您叫我来干嘛呀？照顾孩子啊？可我没经验啊。我有啊，也是。哎，穆总，该说不说的，这孩子跟您长得还挺像啊。哎，正好你对夫人贼心不死啊，干脆你给这孩子当后爸得了呗。但是夫人肯定不愿意给孩子找后爸，那就是说有这个孩子，您跟夫人啊没可能。那就把他给丢了，扔到郊外喂狼吃。哭了，那你还不赶紧去哄啊？我不会哄啊，他哭这么大声，会不会生病了？要不送医院啊？那你还不赶紧去开车？穆总，医生，孩子怎么样了？检查结果还没出来，不过可能是先天性贫血，急需输血。你们谁是 Rh 阴性血？等着给孩子做备用血源。我是，我可以献血。好，跟我来吧。你怎么不早点说你是孩子的爸爸？直系亲属是不能输血的，你这血不是白抽了吗？幸亏医院血库补充及时，你孩子已经没事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孩子的爸爸？自己看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你和孩子的血缘关系99.9%，你就是孩子的直系亲属。这么说，那晚的女人是浅浅。孩子怎么样了？刚开始以为是先天性贫血，不过现在没事了，只是吓着了，多闹两声而已。不过你们做父母的也太不用心了吧？尤其是孩子爸爸，直系亲属还想着输血，这不是胡闹吗？医生，你误会了，他不是孩子的爸爸。怎么可能？检验单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？检验单？现在的年轻人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解释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？你是孩子的爸爸？这是我穆家的戒指，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难道22号那天晚上在新顿酒店中情毒的人是你？对，浅浅，你才是为我解药的人。我是宝宝的爸爸。穆北辰，你不会要跟我抢孩子吧？浅浅，我要的可不只是宝宝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这次说什么我也不会再让你逃了。你要是非要跟我离婚的话，孩子我可不会给你。你无赖！我还可以更无赖。别闹，孩子要紧。孩子已经没事了。